大家好，歡迎來聽仙話，一人永生，萬魂不負。要是覺得故事講得還行，勞駕點個讚，捧個場。閒話少說，咱們書歸正傳。仙途飛升，萬古寒，香火深處葬群魂。一人踏進蒼生院，天門封後不稱尊。寒文引路窺命門，瞳飞鎖骨震幽魂。血符乍起驚殘客，雙書踏暗問前因。前頭咱說到哪兒了？說婉進和婉如這姐倆被那石道一路往里逼，後路封了，前頭也不知道通哪兒。你說這事兒鬧的，明面上是他倆自己往前走，其實呢不对，是這地方在趕他倆，一步一步把人往最深處趕。那石道裡頭真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兩邊石壁直上直下，跟被大斧子硬劈出来似的，連個能喘口氣的弯都沒有。牆上全是符文，密密麻麻。你說它是字吧，看不懂；你說它是畫吧，又不像畫。反正就那麼一條一條，一道一道刻在石頭裡頭，黑暗裡還隱隱透着點陰光。人一走過去，總覺得那玩意兒不是死的，它像是在看你。姐，這地方咋比剛才還陰呢？我後背直發涼。婉如這話不是膽小，擱誰誰也發涼。那不是普通冷，不是你冬天出門沒穿夠衣裳那種冷，那是從石頭縫裡鑽出來的寒氣，一點一點往骨頭裡爬。你明明還活着，可身上已經先有了半截死人味兒。婉進沒馬上說話，他舉着符光往兩邊石壁上照，那符光一晃，牆上的紋路也跟着一亮一暗，乍一看就跟牆上趴着一群細長細長的蟲子，正在慢慢翻身似的。別亂碰牆，這些符文像是被咱們剛才那一下驚醒了。驚醒？這地方有禁制，而且不是一般禁制。聽見沒有？不是一般禁制。你在這種地方最怕的不是明面上蹦出個怪物來，怪物出來了，你還能砍兩下躲兩下拼一拼。最怕的是這地方本身就活着，你走一步他知道，你喘一口氣他也知道，你心裡一害怕他可能都知道。姐倆就這麼貼着中間走，一步一步，腳底下濕漉漉的，石頭上像結了一層薄冰，踩上去又滑又冷，每落一下腳都有一點聲音往前傳，噠嗒嗒。那聲音傳出去以後，又從更深處慢慢回來，聽着就像前頭還有個人也在學他倆走路。婉如越走越不对劲，他忍不住往婉进身邊靠了靠。姐，你聽沒聽見？聽見了。像不像有人在前頭？別自己嚇自己，真有人，反倒好辦。這話說得硬，但你細品，真有人反倒好辦，那不是安慰人，那是婉進心裡清楚，眼前這地方最不好對付的偏偏不是人。又往前走了一段，忽然婉如腳步一下停住了。姐，你看前頭。婉进順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，前頭黑暗裡慢慢顯出來一個大家伙，青銅門，
一座大得嚇人的青銅門，高的有10來丈，往那兒一立，壓得人喘不上氣。你想想，人在那門底下一站，連門縫邊上的一道鏽痕都比人寬。那玩意兒不是給普通人用的，甚至不像給活人用的。門身上全是斑斑驳驳的铜鏽，青的黑的，有些地方還泛着暗紅，也不知道是年头太久鏽出来的，還是当年真沾过什麼東西。門框上雕着一圈又一圈圖騰，有像獸臉的，有像蛇身的，還有些壓根兒說不上來像啥。那些圖騰之間又嵌着密密麻麻的小符文，那光不亮悠悠的，可越不亮越瘆人，像坟地裡快滅沒滅的鬼火。姐，這門是不是咱們要找的地方？晚进沒急着答，他先看門，又看门前地上，這一看臉色就沉了，因為門前頭有骨頭，不是一根兩根，是一片，有的散在石階邊上，有的靠着牆，有的半截埋在濕泥裡，看樣子都是以前想進這扇門的人。來時一個個估計也覺得自己有本事，結果呢，人沒進去，命先交在門口了。姐，這不是生門吧？這骨頭也太多了。不是生門，那是啥？密卷裡提過一句，上古修士受過一道門，叫命數之門。命數之門，這名字聽着就不像好事。你看宛如這個反應就對，啥叫命數？命數這東西聽着就不是讓你發財的，不是說你今天進門，明天撿金子。命數2個字擺在門上，那意思就很明白了。你想往裡走，行，先問問你的命夠不夠硬。姐，密卷裡還說啥了？門後頭到底有什麼？沒寫清，只說這門是用來鎮東西的。鎮着東西？上古時候有人把一種邪物關在裡頭，門後凶得很，稍微錯一步，魂都未必能剩下。這一下，宛如的臉是真白了。剛才是怕，現在是明白了。這不是迷路迷到一個破門前頭，這是撞到人家鎮邪的老地方了。你想想，古時候那些修士都得專門造一座門來鎮住它，那門後頭能是啥好東西？可問題是，他倆現在能退嗎？後路沒了，外頭不知道還有什麼等着。這本密卷把他們一路指到這兒，前頭是死是活，總得看一眼。有時候人就是這麼被推上去的，不是你膽子多大，是你後頭已經沒路了。姐，咱還進去嗎？這句話問出來，石道裡一下安靜了，安靜的能聽見水珠從頭頂掉下來，啪嗒落在石頭上。晚進站在那兒看着那扇青銅門，他也怕別把晚進寫成鐵打的，他也是人，他也知道門前這些骨頭不是擺着嚇唬人的。但晚進這個人有一點最要命，越是到死路上，他越不肯低頭。他像是天生就不信那個邪。我們進山不就是为了查清密卷上的東西嗎？都到這兒了，現在退回哪兒去？可門後頭，門後頭就是刀山火海，也得闖一闖。宛如咬着嘴唇，他看了看門，又看了看晚進，最後點了點頭。姐去哪兒，我就去哪兒，反正我不一個人走。這話聽着簡單，可你要知道，這姐倆一路走到這兒，靠的就是這句話，不是誰有多神，
不是誰多會算，就是一個往前，一個跟着，一個撐着，一個不撒手。可命數這東西最壞也壞在這兒，它不是一個人遭罪就完了，它會把你身邊那個最捨不得的人也一塊捲進去。姐妹倆互相看了一眼，然後就往青铜門那邊走，一步兩步，剛走到門前3丈遠，壞了，腳底下忽然一震，不是輕輕晃一下，是整條石道都跟着抖，頭頂的碎石嘩啦啦往下掉，兩邊牆上的符文原本還是悠悠發光，這時候突然全亮了，而且不是青光，是血光，一條一條符文像被血灌滿了，從牆根亮到頭頂，又從頭頂壓下來，那感覺就像整條石道變成了一張大嘴，要把这姐倆嚼碎了咽下去。姐，小心！宛如嚇得往後一退，可她剛一退，腳底下又是一滑，差點直接摔到骨頭堆裡。婉靜一把拽住她，另一只手已經摸出符紙，那動作是真快，不是想出來的，是一路被逼出來的。人在生死邊上滾過幾次，身體比腦子先知道該咋辦。別慌，站我身後。說完，他把那道靈符往前一甩，符紙在半空裡一抖，腾的一下燒起來了，金光炸開，一下把血色壓住半截。破邪符，戰！這一聲落下去，整條石道像是被人狠狠按住了，牆上的血符還在正，但沒剛才那麼瘋了。頭頂的碎石也慢慢停住，地面還在輕輕顫，可至少沒繼續裂，宛如靠在婉靜身後喘得厲害。姐，他們沒停，門前那些符文還在亮。對，這才麻煩，石道裡的符文暫時壓下去了，可青銅門上的符文根本沒符，它還在亮，還在動，尤其門縫附近那些小符號像活蟲子一樣來回爬，看着就讓人胃裡發緊。婉靜一看就明白了，不能拖，這種地方拖一會兒就多一分變數，你在他門口站得越久，他就越有功夫收拾你。不能等了，開門！現在！就現在！姐，我幫你！宛如強撐着站穩，婉靜往前一步，他把手按在青銅門上，那門冷得要命，不是冰涼，是那種像摸到死人額頭一樣的冷。他掌心靈氣一凝，直接往門裡推，剛一發力，咔，門裡頭響了一聲，很沉很悶，像地底下有根老鐵鏈子被人硬生生拽動了。可青銅門沒有立刻開，門上的符文先封了，一片一片亮起來，圍着婉靜的手掌轉，像是不讓他碰，更不讓他進去。姐，門上的東西在咬你的靈氣。我知道。婉靜牙都咬緊了，他那只手貼在門上，手背上的筋都繃起來，符文一層一層往他掌心鑽，他的靈氣一往裡推，那些符文就往外頂，就像門裡門外有兩股力在硬頂牛，誰鬆一口氣誰就完。姐，別硬撐，再這樣你會被他反噬的。都走到這兒了，我還怕他反噬？這話說得狠，可你聽着，是不是已經有點不一樣了？以前婉靜遇事是先護婉如，先找活路，可到了這扇門前，他心裡那股勁兒被逼出來了，他開始跟命較勁了。
他不是只想活下去了，他想知道，想看明白，想把擋在眼前的東西掀開。這一步很關鍵，人一旦從活命走到非要知道真相，那路就不一樣了。活命還有退路，真相沒有。今日不管你门後头藏的是啥，是鬼，是怪，還是上古留下來的髒東西，我都得看一眼。說完這句，他猛地一提氣，一掌拍在門扉上，砰！那一下，整個青銅門都震了，門上的符文像被雷劈了一樣，齊齊按了一截。緊接着，咔嚓，門縫開了很窄，就一道縫。可這一道縫一開，裡面那股氣就出來了。媽呀，那不是風，是從好多年前憋到現在的一口陰氣，又老又沉又冷，一下撲出來，差點把宛如掀倒。姐，這裡頭真有東西。婉靜也被那股氣衝得往後一晃，但他沒退。他盯着那道越來越寬的門縫，眼神亮得嚇人，不是高興，也不是興奮，是那種人已經被逼到命門上，反倒靜下來的亮。青銅門一點一點往裡開，聲音特別難聽，嘎吱嘎吱，像好多年沒動過的棺材蓋被人從裡頭慢慢推開。門後頭沒有光，一點光都沒有，黑的特別實，不是普通黑。普通黑你拿符一照，還能照出牆，照出地，可這門後頭的黑像一潭死水，光照進去都沉了。姐，我有點怕。我也怕。這句郝婉靜沒裝，她說我也怕，可怕歸怕，他腳沒停。有些門一旦開了，就不能再裝沒看見；有些路一旦走到這兒，就不是你想不想進的問題了，是命數已經把門推到你臉上了。你不進去，他也會把你吞進去。婉靜伸手握住了宛如的手腕，跟緊我，別鬆手。姐妹倆就這麼站在門口，身後是血符剛剛平息的石道，腳下是散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白骨，前頭是那扇開了一半的命數之門。你說這畫面邪不邪？一個門，門外是死過的人，門內是不知道還要死多少人的東西，可他倆偏偏得往裡走。這就是仙畫狠的地方，他不是告訴你主角一進門就撿寶貝，不是他們每往前一步都是拿命換來的。這一步他們得到了什麼？得到了通往真相的门，失去了什麼？失去了最後一點能假裝回頭的機會。門一開，命就開始改了。婉靜和宛如互相看了一眼，誰也沒再多說，然後他倆攥緊手，一前一後，慢慢踏進了那片黑暗裡。青銅門後頭，那黑暗深得像沒有底，誰也不知道裡頭等着他們的是活路，是機緣，還是一場早就寫好的血債。但從這一刻起，他們已經不是誤闖幽谷的兩個姑娘了，他們開始真正撞上這世上的老規矩，命數、正邪、禁制，還有那些被埋在門後的東西。這扇門一開，後頭的事兒就不再只是逃命了，是他們要開始跟着天地欠下來的舊賬正面碰上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這回就講到這兒，感謝諸位捧場。要是喜歡仙話，記得點個讚，咱們下回接着嘮。